各位交易员，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我的 TradingView 独家指标的第二集，就是 Order Block。那么什么是 Order Block？ 很多人是有误解的啊。以我今天讲的为准，如果我之前讲过的和这个概念不一样的，以这个为准。Order Block 呢，它是订单流顺序改变的位置，也就是说，这个 Order是代表了一个顺序，而不是订单。这个之前呢，很多人是有误解的，包括我自己都有误解。然后呢，后来经过不断的学习，然后我的认识也逐步的加深。它实际上是订单流的顺序发生改变的地方，并不是说机构会在这里下大单，只是订单流的顺序改变了。比如说这里它本来是一个上涨的趋势，这里呢一个高点，一个更高点，然后到这里之后它一个上涨的阳线，然后它跌下来了，它是订单流的顺序改变了，所以这个才是 Order Block。那么它是 ICT 交易的体系的一个核心，就是 Order Block 是一个重要的反转区域，或者是顺势的回调发生的 Order Block， 然后一个进场点，它代表了这个智慧资金的一个活动的位置。那为什么我们要来自动检测呢？因为有时候你在初学的时候，你很难下意识的识别出这个 Order Block， 而且你用手动去画呢，而且费时间，容易出错，所以我用自动检测的工具来实时的把它给画出来。它确保了什么呢？就是一致性和客观性，它每次画的标准都是一样的，然后可以快速定位多个时间框架的 Order Block， 还可以视觉化的标注和实时的更新。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 Order Block 都标出来了。这个指标呢有5个核心的功能。第一个呢，它可以自动识别 Order Block， 就是自动检测连续1根到5根 K 线形成的 Order Block。我们知道呢，看涨的 Order Block 呢是阴线的一个序列被阳线突破，看跌的 Order Block 呢是阳线的序列被阴线的突破。然后呢，它可以自动进行 equilibrium 的过滤，也就是说能分辨出折价区和溢价区，确保市场结构呢是正确的。还有第2个，就可以在图表上标出来，看涨的标成绿色半透明的 box， 看跌的标注红色半透明的 box， 而且还有编号，还有是几根 K 线形成的，还有它的价格是多少。然后呢，就是会标注关键的价格线，我们会把 Order Block 的这个开盘价标出来，因为这个是一个敏感的位置。然后就是 Order Block 的 MT， 就是 Mean Threshold， 也就是 Order Block 的终点，把它标出来。另外呢，在高时间框架上，我可以在低时间框架上看高时间框架的 Order Block， 然后会把这个高时间框架的 25%、75% 的分位线以及 MT 终点标出来，还有最高价、最低价都标出来。然后呢，就是多时间框架可以使用，就是可以跨时间框架。就是比如说你现在用5分钟的时间框架，那我可以在5分钟的时间框架上去显示15分钟的、60分钟的、4个小时的、1天的、1周的、1个月的，都可以在同一张图上把它显示出来。第5个呢，就是它显示的控制呢比较灵活，我可以只显示最近的 N 个 Order Block， 也可以只显示特定第几个 Order Block， 然后可以独立显示看涨和看跌的 Order Block。 那么它的检测的原理呢是这样的，看涨的 Order Block 我们检测1到5根连续的阴线，这个阴线它的最高点被阳线突破，那么它就是一个 Order Block。 但是呢，我有一个控制，就是说你回测20根 K 线来去算它的中线位置，从最高价到最低价，
只有在20根 K 线的这个终点的位置以下，我才把它标成 order block。这样呢，就保证你买涨的时候是在折价区，买跌的时候在溢价区。然后指标的标注内容会有一个 box， 就是一个盒子，这样一个盒子会表示这个是 order block 的这个区域。然后会有开盘价这一根实线，比如说这里的这根实线就是它的开盘价。然后还有 MT 线，也就是 mean threshold， 就是 order block 的终点，就是呢这里会有一个虚线，会把它标出来。然后呢还有编号，比如说它是第几个 order block， 它是几根 K 线形成的，然后它的价格是多少，会把它标出来。那么看跌的也是类似，只不过呢看跌的 order block 呢，它是由阳线来形成的，就是1到5根连续的阳线，它的最低点被向下突破，同时也有这个折价区跟溢价区的一个检测过滤。标注方法和看涨的 order block 是一样的。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 equilibrium 的一个过滤的机制，那它呢就会确保你会在折价区做多，溢价区做空。然后呢我会有一个核心的一些参数可以手动来去调整，比如说 order block 我可以用1根 K 线产生的 order block， 也可以用2根、3根、4根、5根都可以在这里调整。那么同一段趋势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这个最大的连续 K 线来去观察这个 order block 的形成的情况。然后还有一个是最大的突破的一个 K 线的数量，比如说连续几根这个阳线，它被向下突破的时候，到底是几根阴线把这个突破了，你这里也可以调整。那默认呢我是5，当然这个可以手动去调整。另外就是在图上能够储存的最大的 order block 的数量，最大可以放20个，那默认呢就是10个。然后这个呢你是可以去调整的，可以调整成2个、3个、1个都可以。好，显示的功能呢它有几个。第一个可以显示最近的多少个 order block， 比如说我这里图上显示最近的2个看跌的，2个看涨的。然后可以指定显示第几个，我也可以让它只显示最近的这一个。然后我可以控制它只显示看涨的 OB， 就是适合寻找做多的机会。我也可以让它只显示看跌的 OB， 适合寻找做空的机会。另外这个指标呢，它可以显示高时间框架的这个 order block， 比如说我在1小时的图上，我可以显示4小时的 order block， 让它把它画出来，画出最高价、最低价、中线、上4分位、下4分位。然后呢我也可以显示1天的、1周的、1个月的，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框架上把它显示出来。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参照，知道在哪里做多哪里做空。那同时呢这个做多的高时间框架的 order block 也可以显示出来，然后支持这么多的这个时间框架。那交易策略的应用呢，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在用 order block 的时候，首先要确认这个市场结构改变，你要有这个确认机制。第二个呢，你要确保这个盈亏比就是要达到2:1。第三个呢，就是 order block 有时候会失效，那么它失效之后，它可能会变成一个 breaker， 那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breaker 来交易，也就是当价格再次回踩这个 breaker 的时候，你可以去反向来做。那完整的交易流程呢，我建议是这样，就是指标标注出来之后，我先去检查市场结构有没有改变，如果有，盈亏比从我的进场点到目标点之间盈亏比有没有达到2:1，如果达到了，那我就在突破的那根 K 线的收盘价，或者是等它回踩的时候我就进场。那如果市场结构没改变，我就不进场，
盈亏比没有2:1，我也不进场。然后如果这个 order block 它被反向突破了，比如说首先标出来一个 order block 看涨，但是它被反向突破了，那现在看跌，那它就变成了一个 breaker。待会我会来讲什么是 breaker。然后呢，价格回踩这个 breaker 的时候，我就反向进场。好，这个是一个交易的一个决策流程。那么现在呢，大家就跟随我来一起进入这个实战，来看一看怎么样用这个指标来去交易。好，因为我的频道呢，台湾观众比较多啊，所以呢，我就用台指期来做例子来讲这个指标。那首先这里是日线图，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看涨的 order block， 然后这里有个看跌的 order block。不过呢，我们今天不讲日线图，我们讲小时 K 线。那我们就从这根8开始讲起，因为这里有一个 FVG， 这根8也涨得比较厉害，而且快到这个顶部了，大家可以看得到。所以呢，我就把这里标出来，我们从这里开始讲起，从这根8开始讲。我们去1小时的 K 线图。刚才我标的那个呢，就是这一天啊，就是10月23号。那我们把后面的把它拿掉，就是从这里开始看。我们总共呢做10单，看看这个胜率到底怎么样，然后按照我刚才讲的这个完整的交易决策流程来去做。然后呢，我现在指标的设置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指标的设置，我默认呢就是最大的连续 K 线呢就是2根，就是说2根以下1根或者2根阳线被突破，被向下突破，那么它就是一个看跌的 order block。1根或者2根阴线被向上突破，那么它就是个看涨的 order block。然后最大的突破 K 线呢限制在5根以内，然后呢，我只显示最近的一个 order block， 一个看涨的和一个看跌的。好，下面我们就来开始看。那首先呢，这里我们从这一天开始看呢，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看涨的一个 order block， 就是看涨的。因为我们从这一天开始看，所以这个 order block 呢我们就不做，我们就不管它，我们往后看。好，这里出现了一个看跌的 order block。那首先按照我们的原则呢，就是说你要先看有没有市场结构的改变，就是说有一个低点，有一个波段低点被突破。波段低点是什么叫波段低点呢？比如说这里有一根 K 线，这里有一根 K 线，这里也有一根 K 线，这一根假设是看跌，这一根也是看跌，这一根是看涨。那么呢，这3根 K 线，它这个最低的这一根的低点比这一根的低点比这一根的低点低，那么它就是一个波段的低点。那么市场结构改变呢，就是说这个 K 线它的最低点要被向下突破，要被1根8向下这样突破，我们才算是市场结构改变，就是说是一个看跌的一个设置了。这个时候出现了 order block， 我们才去做。那反过来，如果是看涨的呢，就是它3根 K 线是这样形成的，比如说这里这一根是看涨的，这一根涨，这一根涨，这一根跌，就是3根 K 线它的最高点的这一根比左右两边的这个高点都要高，然后它的最高点被1根 K 线从下面被1根 K 线从下面往上面这样突破了。
这样呢，我就认为市场结构改变现在是一个看多的一个设置。那当出现了 order block 之后，必须要先确认有这个形态，我才去交易，否则呢不下单。好，先把这些删掉啊。好，讲这个概念。那现在呢，出现了一个看空的 order block。那么看空的 order block 呢，我们发现呢，这里它没有一个 MSS， 也就是说它的市场结构是没改变的，它还是向上了，因为这里有一个 MSS， 这里啊，这里有一个看涨的这个短期的高点被向上突破了，这里呢也有一根看涨的被向上突破了，所以它这个时候它出现这个看跌的 order block， 我是不做的。反过来呢，如果你是观察，如果它被向上突破了，你可以买涨，我们就观察，继续观察。那这个时候呢，这个 order block 它的这里有一个低点，这里有一个波段低点，它被向下突破了，对不对？那么如果它这个时候呢，那这个市场就是有一个向下的一个设置，那我就可以去做空。但是做空呢，我就要去看盈亏比够不够。假设我等它回踩进场的话，如果你直接做收盘价进场呢，那你可以去量一下这个盈亏比，比如说你从这里，那你止损放在这个 order block 的最高点这里，那你在这个突破的这根8，它跌破了这里，对吧？那么这个是一个结构改变，你在这里stop 进场，那你拿到哪里呢？你最多是拿到这里，对不对？那我们看这个盈亏比是多少？1.57倍，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的盈亏比是不够的，因为我要2倍才做嘛，对吧？所以这单我就不做。然后我们把这些擦掉，就继续看。好，我们没有做啊，继续看。好，它现在呢，你会发现它这个 order block 被反转了，对不对？它是向上突破了，然后呢，这里有一个波段的高点，啊，这一个波段的高点，对不对？它被向上突破了，对吧？我们不用看这个波段高点被突破了，你只用看最高点突破最高点，不用看收盘价啊。你不用说我一定要等到一个收盘价来突破站到这个上面，你不需要，你只需要看这个最高点突破这个就行了。好了，现在呢，它就是又变成了一个看涨的一个设置，而且这一个 order block， 我们不是说它如果反转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breaker 来做，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breaker 来做。不过呢，这根8呢，现在目前按照我们 ICT 的定义呢，它不是一个 bullish breaker， 它是一个 mitigation block。可不可以做呢？也可以做。那假设我们在这里做一单，那我就进场，直接在这根8的收盘价进场，实际上也就是这个 order block 的这个最高点。然后我的止损放哪里呢？放这个 order block 的最低点。我拿到哪里呢？就这一波从这里跌到这里，对吧？那么呢，它是在这里改变了方向，这里是一个 rejection block， 所以我的目标呢就放在这个 rejection block 实体最高实体的这里，我看看有没有2倍。好，我们来看看这里有3倍，对吧？那我就做这一单，我看能不能到。好，进去了，看到啊，我们进去了，止损也没有被打掉，对吧？它继续往上走，看它能不能走到我们的目标。好，它一下就走到了，对吧？那1个小时我从这里进去，它一下就走到了，因为我们的止盈就放在这里嘛，所以这一单你就赚到了。好。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单啊，第一单是盈利的，我们把它登记一下。第一单 yes 盈利。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先把这些删掉。接着往下看，它现在是看涨的一个设置，因为连续高点被突破嘛，对吧？然后也突破了这个最高点，它是一个看涨的设置，而且形成了一个大的跳空缺口。然后我们继续往后看，看有没有再有 order block 出现。好，现在出现了一个看空的 order block， 然后我们先检查第一个条件有没有 MSS。那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波段的低点，它确实突破了这个波段的低点。然后我们呢就看盈亏比够不够，对吧？那首先看盈亏比够不够呢？我们目标到哪里呢？那我们用斐波那契去量，这里有一个跳空缺口的开盘价在这里，然后呢，我们把它画在这个阴线的这个收盘价，这个就是这个缺口的位置。那么这个缺口呢，它的一半在哪里？看啊，的一半在这儿，对吧？就在这个突破的这个点的最下面。那如果你要去做这一单呢，那么你的目标就在这儿，我们去量看够不够2:1啊？假设我在这里就直接进场，我的止损放在这个最高点，然后我只吃到这儿，因为你只能最多。因为按照 ICT 我们的这个理论呢，看来这个中线的位置是最敏感的，它不一定会跌破这个中线这个缺口的位置，所以你这样你看发现盈亏比有2.5倍，对吧？那这一单我们就可以做，我们试一下。好，进去了，它收了根阳线 ，OK 被打掉了，那这一单就失败了。好，第二单我们登记一下，第二单就是失败了，被打掉了。我们接着看，看有没有再有order block 形成。你发现呢？因为它这里打掉了之后，它把这是一个波段高点，它就向上突破了，对吧？我们继续再看，它还在这个 order block 里面去运行。OK， 它现在又突破了这个波段低点，对吧？这里又一个波段低点，又给它突破了。那么现在呢，市场又看空了，对吧？按照我们刚才的原则呢，我又可以做，对吧？因为从这个点量下来啊，量到那个终点，我们再把那个斐波那契画出来啊，量到这里，这个终点50%，我看有没有2倍啊？假设我在这里直接进场，这根8的收盘价，然后呢，我的止损放在这里，我的止盈放在这里，你发现它只有0.88倍，对吧？那我就不进场，那这一个就放弃，继续往后看。我们现在做了2单了，对吧？好了，你发现它现在又开始往上涨，但是它也在这个 order block 里面运行。OK， 这个时候就反转了。反转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它这个就是一个 breaker 了。为什么说它是一个 breaker 呢？因为这里有一个波段低点，这里有一个更低的波段低点，一个波段低点跟一个更低的波段低点之间最高的这个阳线，它就是一个 bullish breaker。那么它被向上突破，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预测它会继续往上涨。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做多。那我觉得这根8收盘去进场，那我止损放哪里呢？我就放这个 bullish breaker， 放在这根阳8的最低价这里，我就拿2倍，看能不能到，调整到2倍。好，因为它现在是往上涨啊，上面没有参照，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去量这个缺口的，
这个缺口，我可以去量它的1.5倍，那它的目标呢应该是能到这个1.5倍，对不对？或者是到1.25倍，那么我保守一点到1.25倍，那我再去把它调整，我来去调整它变成1.25倍 ，OK， 好，1.25倍在这里，那我的目标放在这里，应该来说是有机会到嘛，我就进去了，对吧？好，进去，好，这一单也省掉了。第3单损掉了，损了2单，先这里关掉，我们再重新继续往后看，继续往后看，你看现在市场突破了这个低点，对吧？是一个短期看跌的走势啊，你会发现它确实是来到了这个我们画的这个地方的终点，它突破了这个终点，对不对？它会不会弹上去呢？因为它不一定会全部回补这个缺口，因为它这里正好是向上突破的这个最高点，对吧？它跌破了这里之后，来到了这个实体，你看这个实体的部分，因为从这里到这里是一个 liquidity void， 是一个流动性的空缺，所以它就先回来填补这里，然后有可能再往上涨，对吧？那我们就观察它会不会形成一个，它现在形成了一个看涨的一个 order block， 但是这个看涨的 order block 呢，我们不是说要先找一个这个 MSS， 对不对？那这里没有出现，但是呢，其实这里呢是可以做的，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啊，这个是个低点，这个是个更低点，这个是个更低点，那么这个也是个 bullish breaker， 对吧？就是这一根 K 线啊，是根 bullish breaker。那这个 bullish breaker 按照我们 ICT 的理论呢，它如果回踩的时候，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做多，对吧？那现在它形成了一个看多的 order block， 实际上在这根8之前已经形成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去做多，然后我的止损呢放在这根8的最低点，那这根 bullish breaker 放在最低点，然后我们就可以试一下。那我的目标就拿到这个最高点，这个最高点啊，好，我们就做一单，这一点我直接在收盘价进场，我的止损放在这根8的最低点，那这一根8，这根8的最低点，然后我的止盈放在这根8的最高点，因为它要上去，它就有机会突破那里，我们看能不能到啊？那这个时候做呢，我们的盈亏比有2.54倍，啊，是可以的。往上走，往上走，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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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OK， 好，这一单成功了，还有更多，对吧？更多也不算我们了，我们就只算它这么一点，就算成功了。好，这第4单成功。好，我们接着往后看，现在它就是回补了这个缺口，那这里基本上就你看，这回补到这个实体这里，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相对平衡了，对吧？然后我们就继续往后看，看它会不会再给我们机会。我们再往后看，好，现在这里形成了先把这根8拿掉先啊。现在这里形成了一个看跌的一个 order block， 而且你发现这里啊，短期的一个低点，它是向下突破了，对不对？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去做空。做空呢，我先量一下我的目标，因为它是从这里涨到这里，那我的目标是什么呢？我量一半，量一半呢，就是说你不能期待它全部一下跌到这里来，对吧？它可能就是一个回调。那么回调呢，大约就是在一半的位置，如果有这个PD array， 那你就要在那里止盈。那你发现在这里是有一个 order block， 对不对？那你的目标呢，就只能放在这个 order block 的最高点，因为这个地方它就有可能反弹回去。
所以我们看从这个收盘价到这个最高价之间有没有2倍。从这里开始，我的止盈是放这根阴线的最高点，我的止损放这根阳线 order block 的最高点。你看有没有2倍？没有，对不对？1.78倍。所以呢，这一单我就放弃不做，对吧？继续往后看，它又往下跌了，继续往后看，继续往后看，继续。好，你会发现它确实是跌回来了，看到吗？跌到了这个阴8的最高点这个位置，但是呢，你盈亏比不够啊，对吧？当然，如果你拿1.5倍的盈亏比，就是有赚的了。因为我的原则是2倍，所以我就不做啊。继续往后看。好，它现在刚才这根8冲上去了，但是收了根阴8，然后它打掉了这里的最高点的一个止损。就是如果你做空的话，你止损放这里，就被它打掉了。然后呢，又收了一个阴8，往下还是在原来的这个我的 block， 它向下就是有突破。因为如果我现在去做呢，还是到同样的地方，我看够不够2倍盈亏比。比如说我这个放这里，我还是放在 order block 的最高点。现在拿到这个最高点这里有没有2倍？也是不够，对吧？那我还是不做。OK， 我继续往后看，继续往后走，继续。好，你会发现它确实跌的，这次跌的猛一点，跌到这里了，然后又回踩回去了。继续往后看，但我们是不做的。继续往后，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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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看发现它是不是反转上去了？这个阴8不看啊，这个反转上去呢，就是按照我们的原则呢，这个地方是一个低点，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低点，对吧？那么上去呢，它反转了，那我们就是可以去买涨，对吧？我买涨了，我按照同样的原则，我刚才我就在这个地方我就直接进场，那我的止损我就放这个 order block 的最低点，那这个 order block 的最低点就放在这里，那我拿多少倍呢？因为往上呢，就是我们刚才不是量过有这个缺口的1.5倍嘛，它都没达到嘛，对吧？那我现在再看，我继续量，我2倍 ，OK。那你量这个缺口呢？量这个缺口，看啊，这个缺口，我们这样来去量，它已经超过1.5倍了，但是它现在已经突破了1.5倍，那我们预测它会走更高，那我就做这一单，看它能不能走到2倍啊。先把2倍弄出来看看，看2倍在哪里啊？2倍在那里，2倍在这儿啊，这个缺口，也就是这个缺口从这里它从这里到这里它再涨1倍，那我到这个地方我就正好止盈，看能不能到啊。好，进去了，这个止损被打掉了，好，这一单我就失败了。第5单，好，也失败了啊，失败了就失败了啊。我们继续往后看，你发现它又冲上去了，又冲上去了，这个地方是一个低点，它突破了，但它往冲上去呢，这根高点没突破，对吧？所以结构没改变，我们就不做。继续看，继续看，这里呢形成了一个看跌的 order block， 而且它突破了这个低点，对吧？
MSS 有了。那么呢，现在市场就看跌，看跌的情况下呢，我就要去做空。那我看做到哪里呢？对不对？那么做到哪里，就是说它现在已经突破了这个，扫掉了这个高点，但是它没有站稳这个高点，那么就这一波呢上去呢，就等于是说它失败了，它就有可能会跌回来，对吧？那么跌回来这里到跌多远呢？它有可能会跌到这里来，我就这里进去，我做空，我在这根8的收盘价直接进去，然后我的止损放这个8的最高点，然后我的目标呢就拿到这个最低点，就是你也不能期待它去到这里这么多，因为它打掉了这里的高点，它可能会来打这里的卖方的流动性，对吧？就正好在这个地方，那我就在这里进去，看这单能不能成功。好，我已经进去了，对吧？进去了，继续走，继续走，继续，好，成功了。这个是第6单，我们成功了。好，成功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往后看，继续。好，你会发现它在这里获得了支撑，它也往上涨了，往上涨了，形成了一个短期高点。好 ，OK， 这个短期高点啊，这里有个短期的高点，它是不是突破了？然后它也往上涨了，把这个 order block 反转了。然后我们来看啊，这里有一个低点，对吧？这里也有个低点，这2个低点之间的最高的阳线是不是这一根？它有没有向上突破？它没有突破，对吧？你看，它的最高点没有被突破，对不对？因为它的 breaker 是这个，而不是这个，对吧？所以这个你不能把它当做 breaker 来做。所以这一单呢，所以它即使你这个看跌的 order block 被向上反转了，你这个时候你也不能做，因为它不是 breaker。好，我们就继续往后看。好，你会发现它又跌回来了，跌回来了，继续看有没有新的 order block 形成，继续看，继续看，继续看。好，你会发现它这个时候形成了一个看涨的 order block， 看涨的 order block 我就要去量，就是它上去的话啊，我们把这些线拿掉，就是说这个高点和这个高点它是一个等高，那么这里是有买方流动性的，那么它最高呢应该就是去到这里，你不能预测它去到更高，所以这个时候我就量够不够2倍。比如说我这根8，我在它的收盘价进场，我的止损放在这根阴8的最低点，我的止盈放在这个线，看有没有2倍，哎，有2倍，2.59倍，那这个时候我就进场，等于我的这根阳8的收盘价我就进去了，那我看能不能赢，继续，哎，上去了，继续，好，往下跌，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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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上去，继续 ，OK， 刚刚好打到，对吧？是不是？你们可以看到，来，把它调下来，刚刚好打到我们的止盈，对吧？那这一单就成功了，你打到它就下来了，反转了，等于是第7单我们就赢了。Yes， 好，第7单赢了之后呢，我们继续往后看，
你看第7单我们赢了之后，它这根8上去这里啊，打掉这个流动性之后，是不是立刻就收了一个很长的一个上影线，对吧？因为它这里都是 rejection block， 这里是 rejection block， 这里是 rejection， 这里也是 rejection。那么按照 ICT 的理论呢 ，rejection block 你是可以做的，不过我们今天讲 order block， 所以呢，这个 rejection block 我们就不做。我们不做呢，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可以做，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是一个高点，这个是一个更高点，对吧？那么这个看涨的 order block， 它现在被这根阴8向下反向突破，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说的 bearish breaker， 对吧？那就打出来看，就是 bearish breaker， 对吧？看跌突破区块，对吧？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挂单了，对吧？它是个我们说了这个 order block， 如果它形成了 breaker， 它反转，我就可以做空，对吧？那在什么地方做空呢？我就在这个地方挂单，就是这个 order block 它的最低点，这个地方就挂单，等它回踩，它一回踩我就进去了，对吧？因为它这里是打掉流动性下来的，所以我预测它至少会打掉这个地方，对不对？因为我们是从这里一路涨上去的，那我就量它的一半在哪里？从这里一路涨上去，量它的一半，它的一半正好打到这里。那么往下还有成交不平衡的在哪里？是不是这里有个 FVG， 对不对？那我预测它就会打到这个 FVG 这里来，那正好就是这个最低点这里，对吧？然后我就进去，那我就在这个地方挂单进场。我的止损放哪里呢？放这个 breaker 的最高点，就是这根阴线的最高点。我的止盈放哪里呢？我放这里，放到这个最低点这个地方，对不对？我就预测它会打到这里来。如果它进去了的话，因为你不能预测它打到这儿来，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成交不平衡的区域，是一个 FVG， 它有可能跌到这里，它又涨上去了，对吧？所以呢，我就这样进场，等它回踩把我吃进去，我看它会不会回踩啊 ？OK， 回踩了，那我们就进去了。进去了之后，我们往后看，继续啊，还差一点没达到，下一根8，咔 ，OK， 止盈了。那这个我们就2.53倍。好了，第8单我们又赢了啊！第8单 ，yes， 好，第8单赢了之后呢，我们删掉，继续往后看。好，你会发现这个 FVG， 对吧？它突破这个 FVG， 它刚好的这个FVG 应该画到这儿，因为这里有个成交量的失衡区啊，你会发现它跌到这个 FVG 之后，它的 body 没有跌破，的 body 还是收在这个 FVG 里面，那说明呢，这个地方不一定能跌破。我们继续往后看。看 body 还是没出来，对吧？好，这回出来了，那这个 FVG 就现在变成一个看跌 FVG， 它又回去了，OK， 形成了一个看涨的 order block。那么看涨的 order block， 它有没有 MSS？ 没有，对吧？它形成了目前来说有可能是一个高点，我们不做。好，它形成了一个短期的高点，我看它什么时候突破。突破了，我才考虑走。好，继续往后，哎，突破了，对吧？突破了之后，它又回踩，那我就直接在这根回踩的这根8，我就进场了，我就做多，因为这个时候它这个 FVG 又被 reclaim 了，然后这个 order block 也是 reclaim 了，对吧？这是一个看涨的 order block 啊。
这里形成了一个新的 order block， 对吧？那我就直接在这里回踩这根8，我就进场，啊，我进场，我可以为了一致性，我就还是放在这个收盘价进场。那我呢，我的止损放哪里呢？放在这个 order block 的最低点，然后打到哪里呢？我要吃2倍的话，我预测它会去到这些 rejection block， 你放到它的实体的最高实体那里，对吧？看看最高实体，好，因为你不能预测它突破这个影线，因为它是 rejection 的，所以你现在看呢，它有2.51倍。好，这是我们第9单，我们看它能不能涨上去啊？继续进去了，我们已经进去了。好，止损被打掉了啊，第9单输了，第9单输掉了，记下来。好，接下来我们去继续往后看，把这个拿掉，继续往后看有没有新的机会。好，你会发现新的机会是什么呢？新的机会就是同样是这一单，这里是一个高点，这里是一个高点，一个不对，这是个 mitigation block， 我们就不做，我们只做 bearish breakout， 因为它即使反向向下突破了，它这个是个 mitigation block， 因为这个 mitigation block 不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这一单就不做，继续往后。好，它跌得很猛，这一单没做就没做啊。你看它跌到了哪里？从这里涨上去，我们会发现这里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 order block， 它有可能在这里止跌，也有可能来打这个流动性。既然它已经来到这里，它应该可能会把这里打掉。打掉之后，下面呢，这里有个 FEG， 对，它也可能到这里止跌。我们继续往后看。好，它在这里，你看这个 order block 是不是它在这里就回去了，有反应啊？有反应。好，我们反弹了，反弹了，回去回补那个缺口，继续往后看，有没有新的机会？只剩一单了啊，第10单，继续往后看，来一个 order block， 继续，继续，继续。好，现在发现什么情况呢？就是它走到了这个失败的看涨的 order block 这里，那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 mitigation block， 就是说这里被跌破，对吧？ mitigation block 它跌破，它再回去，其实你是可以在这里做空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不讲 mitigation block， 所以我们就不做。它其实碰到了，我们也不做，我们看它能不能形成一个看空的 order block。好，这个是你看它形成了一个看空的 order block， 对不对？然后呢，这里是从这里跌下来了，跌到这里它回去了，你看它回去多少？因为它已经突破了这个主要的低点了，那这个时候市场大的结构还是一个看空的，我们看它回踩了多少？你会发现它回踩到这里是50%，然后看它有没有到62%，它有可能是一个 OTE。我们把 OTE 调出来，还有0.79，你看它正好回调到了这个 OTE 0.62的位置，然后开始下跌，而且形成了一个看空的 order block，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就预测它会跌回来，跌到这个低点，对吧？按照我们 OTE
结合这个 Auto Block， 它确实是一个看空的 Auto Block， 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做空了。好，我在这里做空，我的止损放在这个 Auto Block 最高点，我的止盈放在这个最低点，看看6:1，做这一单看能不能成功。OK， 跌下来了，很好，哇，涨上去了。止损差点被打掉了啊，这个地方啊，不过还没打掉，继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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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上去了，止损还是没打掉啊。好，它下来了，很好 ，very good， 继续。你看它从这里到这里实际上是一半啊，到一半的地方它有回踩啊，这个很正常啊。继续，它形成一个看涨的，对吧？因为到一半的时候它有回踩是很正常的啊，因为它已经几根大巴跌下来，而且这里突破了这个一个主要的低点啊，这里，所以你不怕，它都没有回踩到这个低点，而且这个 FVG， 你看它都没有踩破这个中点啊，你看那个 FVG 的中点，你看 FVG 的中线在哪里，它都没踩过，所以不用怕，继续我们看它能不能跌下来，继续，那你看到没？它的 body 都收在这个 FVG 的外面，对吧？就证明说我们还是有机会啊，继续，继续，那 body 还是没收上去，对吧？它是在这里做调整，你看它的 body 都没始终上不去这个 FVG 啊。继续，即使它形成了看涨的这个 Auto Block， 我们也不管它，继续跌，好 OK， 成功了，对吧？这一单做的不错，第4单成功了。好，这一单我们的盈亏比就很好了，6.1倍。好，这个我们就总共就做了10单，这个台子期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统计的结果啊，统计的结果，1、2、3、4、5、6， 10单里面我们赢了6单，就60%的胜率，对吧？给大家打出来，打到这儿，胜率60%，这个盈亏比至少啊是2:1，对吧？这就是我们这个指标。你如果用我这个指标，再用我给你的这个策略去操作，大概就是这个水平，应该不会亏到哪里去啊，应该是盈利的，甚至可以稳定盈利，对吧？好，那我们再回到 PPT， 好 ，PPT 呢，我们就讲最后一页，那么核心要点呢，回顾一下。这个指标首先它可以自动化这个 OB， 而且可以过滤，另外可以标注出来它的 box 区域 open 的线是在哪里， MT 的线在哪里，标签会显示出来，然后多时间框架可以显示，我还没给大家看多时间框架，待会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好，高时间框架回到这里，我们把这些都删掉啊，删掉。我们打开高时间框架，显示高时间框架，因为现在我们在60分钟了，我们就显示，比如说240分钟嘛，就4个小时的。那这里呢，就是它显示了这个我们在1小时的图上可以看到4小时的这个 Auto Block， 你也可以参照把这2个重叠来去看，
就是说如果两个高时间框架跟低时间框架都是看空的话，那你也可以去做空；如果都是看多，你就去做多。所以这个就不再仔细讲。然后再回到我们的 PPT， 那油管呢，大家可以去重点去看我1到7集的那个新手的系列，然后包括进阶的系列，另外就是那个1到30天那个 ICT 的每天一个概念，那个可以去看我的那个 Shorts 短视频。然后呢，这个 Patreon 大家加入之后呢，它会自动把你带到 Discord， 然后我的邮件大家也可以这个联系。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这个指标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就去加入这个 Patreon 跟 Discord， 那么你就可以免费来使用这个指标。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收看。